你能想象有这样一种火炮，可以一炮炸出4个足球场大小的弹坑？它一出场便将苏军精心构筑的人类有史以来最坚固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轰成了渣。它就是被誉为希特勒终极秘密武器——纳粹古斯塔夫列车炮。那么，古斯塔夫列车炮是如何做到的呢？首先便是古斯塔夫列车炮的大小。古斯塔夫列车炮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大炮。该炮全长达53米，高12米，全重1488吨，单炮管就长达32米。由于古斯塔夫列车炮过于巨大，常规车辆根本无法运输，故而它被安装在火车轨道上进行转运和发射。在转运时，古斯塔夫列车炮会被拆成零部件，放置于3辆特制的巨型运输列车中，运抵目的地后，再由超过1400名工程人员耗时3个星期进行组装。而为了能够确保发射顺利进行，整个古斯塔夫列车炮随行的人员中还包括了指挥、操作、警卫、防空等近4000人。那么内粹德国为何要花费如此大的力气研制这样一款笨重的大炮？正所谓口径即正义，射程即真理，这就是古斯塔夫列车炮研制的指导思想。而其作用便是攻击法国耗费10多年时间，花费巨资构筑的坚固的马奇诺防线。希特勒认为，假如能够有效摧毁马奇诺防线，火炮要能在32千米以上的距离发射，炮弹的威力需穿透1米厚的钢管或2.5米厚的钢筋混凝土墙，而达到上述指标的火炮口径至少要超过700毫米。为此，1936年3月，希特勒在亲自视察了克虏伯兵工厂后，下达命令制造800毫米的火炮。自此，古斯塔夫列车炮诞生了。不过，法国的迅速战败让古斯塔夫列车炮失去了目标，但是很快在1942年6月苏德战场上，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中大发神威。在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中，古斯塔夫列车炮瞬间便将苏军的阵地夷为平地。苏军阵地上出现了犹如4个美式足球场一样大的深坑，并且古斯塔夫对白牙据点攻击，直接一炮打穿了10米厚的混凝土防御工事，并把里面的弹药库引爆。剧烈的连锁爆炸直接把海湾里面的一艘船震沉。从6月5日到6月17日12天里，古斯塔夫总共发射了48枚炮弹，摧毁了斯大林、西伯利亚、马克西姆高尔基等炮台与多数据点。战后，这座被称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坚固的永久防御工事完全沦为了废墟。但是随着德国前线战事的逐步失利，到1945年德国战败前夕，古斯塔夫列车炮最终被德军秘密炸毁，一代炮王最终成为历史。可见威力再强大的武器都无法拯救侵略者，正义终将战胜邪恶。